前几天我给大家介绍了朗宇 M1 V3 Pro， 很多人问为什么不介绍 M2 V3 啊？是朗宇不卖我吗？啊，那肯定不是，朗宇 M2 V3 我肯定也是拿到了的啊。这里有一台 M2 V3 Sport， 但是呢，众所周知，我呢是个乐子人，惹事情呢就惹大事啊，搞事就要搞大事。我们还是把这个等级的机器都找一下啊，直接来个大乱斗，那多热闹！第一位选手就是来自朗宇的 M2 V3 啊，我拿到的是 Sport 版本。Sport 版本跟 Pro 版本除了桨和舵机以外没有其他的区别啊，所以说我就拿了一台 Sport。当然，为了避免大家都说哇，为什么买便宜的，为什么不拿贵的啊，我这个桨也换成了 Pro 的桨，现在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。M2 和 M1 V3 用的都是 OFS 3+系统啊，都是一样的系统。这个我在 M1 的视频中有所介绍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第二位选手那肯定就是我群标配啊，来自古天的 S2 Ultra。与 M2 不同的是，这台机更像一台是大机器，它使用了一颗完整的 Rotaflight 陀螺仪。虽然这颗 RF 呢只是 F405芯片的轻纯版，但是该有的功能一个不缺，属于是高度定制，用在这样的小机器上可以算是绰绰有余了。搭配古天自家的2合1 BL Highly 电条，可以实现极为丰富的电条遥测啊，它的功能基本上和大机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第三位选手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厂商小罗模型。他们在最近的展会上新发布了最新的 Stratos 200直升机，也就是这台。大家从这个盒子尺寸也能看得出来，它并不是一台 RTF 的机器，到手是需要组装的，并且呢，与朗宇和古天都不同啊。朗宇用的是自家的 OFS 3+陀螺仪，古天用了一颗自研的 Rotaflight 陀螺仪，而小罗呢，小罗没有陀螺仪，需要你自己去买。目前可以使用的是 Rotaflight 和 V-Bar EVO， 但是呢 V-Bar EVO 在 TTA 的支持不是很好，导致它在小机器上的锁尾条件比较差，它的表现就很差。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测试飞行中使用的还是 Rotaflight 陀螺仪。3台机我都进行过飞行，也都炸过。下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3台机的特点，它们的飞行手感对比以及炸机结果对比。第一位出场选手是朗宇 M2 V3， 手中这台是 Sport 版本换装了 Pro 版本的大桨。朗宇作为老一辈小机厂 ，M2 的外形是很惊艳的，4种配色也非常亮眼，颜值这方面确实是高。M2 V3 最大的特点就是 OFS 3+系统，上电之后无需静止即可完成自检，集成了所有东西，你只要用 ELS 对频就能飞。当然，它也支持外接接收机，想用啥用啥。和 M1 一样，包装里自带蓝牙模块，只要使用手机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参数调节，与 HTX 这种主流开源系统更是相当契合，无需任何脚本就能查看大部分遥测数据，这我就不再介绍了，毕竟上个月我才介绍过。可以说 M2 就是最适合穿越机玩家的直升机。M2 的桨虽然是塑料桨，但是它极为坚硬，拥有不输碳桨的硬度，较宽的根部设计为它带来了极强的逻辑响应，无论是 Sport 还是 Pro 的桨都非常硬。当然，这台机的机械结构设计也是可圈可点。朗宇作为最早出这种双直吸结构直升机的厂商，迭代到现在 V3 实际上不止迭代了3次，他们对结构重量的优化是非常惊人的。M2 V3 的重量是3台机中最轻的一克，即使是金属壳舵机的 Pro 版本也不过320克。同时 M2 V3 是唯一一个使用碳纤维尾管的，又轻又硬，十分坚固。整机虽然十分轻盈，但是完全不脆弱，在炸机的时候机身不容易发生损坏。那么好处说完了，代价呢？朗宇 M2 是这3台机中唯一一台是没有使用任何电机轴设计的飞机。换一个方式表达，就是主轴就是电机轴。换主轴很容易，但是换电机轴可不怎么简单。当你拔出主轴之后，电机的转子实际上就没有固定了。虽然有磁力保证它不会掉下来，但是磁钢磨损到定子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另外啊，这个塑料桨虽然飞行刚性极佳，但是由于它硬度过大，炸机时很容易损坏，并且很容易摔出小凹坑，导致动平衡失效，从而需要更换新的螺旋桨来避免巨大的震动。同时，朗宇 M2 的配件复杂度是比较高的，炸机的时候拉杆是很容易损坏的。但是 M2 的桨架拉杆和舵机拉杆并非同一个尺寸，而是一个分体拉杆，一个一体拉杆，这就导致准备备件需要多一种。对于批判炸机的新手来说，这确实不是啥好事儿。下一位选手就是古天的 S2 Ultra。S2 Ultra 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陀螺仪，出厂标配了古天定制版的 Rotaflight， 十分小巧迷你，符合小机型的尺寸，预先调整好了所有的参数，对频就能飞。连接上电脑就会发现它是一颗全功能陀螺，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它的参数。同时，它包装里带了一颗塔式天线 ELRS 接收机，我们只需要把它简单接上就可以开飞。虽然 RF 的使用需要一些门槛，但是网上大把的资源可以学习，后期升级也不过刷固件的事儿，扩展性满分。如果你将来想要飞行大机器，也同样使用 RF 陀螺仪的话，这一定是最简单容易的入门选择。S2 Ultra 回归了碳纤维机身的设计后，机身的设计同样是可圈可点，它设计的更为细腻精致。在这个等级的旋翼头上，古天是唯一一个使用全轴承相位翼的厂商，杜绝了磨损问题。下侧电池插口的设计非常容易拔插，搭配开口头罩带来的免拆头罩体验，
其他机器没电之后的流程是摘头罩、拔电池、插电池、戴头罩，而它直接就是拔电池、插电池，连续飞行的效率有了极大的提升。而塞尔大奖不再是之前小机器的宽跟设计，而是改用了类似等宽的设计，让机器的逻辑反应没有那么的爆裂，更为柔和精准，更贴近大机器的手感。它不是那种完全掰不动的硬，稍微有一点弹性，但对于这个等级足够用。恰到好处的硬让它没有那么脆，这也让古天 S2 Ultra 的奖出人意料的耐用，炸机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导致损伤。当然，代价同样是有的。全轴承的设计带来是更高的炸机成本，如果伤到旋翼头摇臂一类的部位，会比较费力。并且 S2 的桨根部螺丝孔有个凸起，只能搭配自己的垫片使用。这个垫片我就丢过啊，只能重买。如果更换其他桨使用，就要买新的 0.2 毫米的垫片。软件拉满了扩展性，这是被硬件给带回来了。同时，开口头罩实际上强度没有传统的好。S2 Ultra 的头罩材质很坚硬，小小的挫折可能使它毫发无损，但是遇到较为剧烈的炸击就可能在这里断裂。最后一位选手是小罗 Stratos 200，这画风可谓是清新脱俗，它甚至都不是装好的，得你自己装。开枪之后总能看到一堆结构，好在装机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用4颗螺丝固定脚架，插上尾管，拧紧尾管夹固定螺丝，然后调整电池柱位置来适配你自己的电池，最后装上桨即可完成组装。全整只需要一把 H1.5 螺丝刀，所有螺丝都可以用。与其他两家不同，小罗没有大包大揽的意识，套机中的东西大部分来源于其他厂商。桨是 AZ 的，电机电条是好赢的。陀螺仪就厉害了，陀螺仪是压根没有的，你得自己买一个 RF 或者 V8 EVO 装上。但是这里插一个题外话，就是小机器的锁尾。众所周知，小机器是尾电机锁尾的，和变机尾巴相比，尾电机有一个显著的问题，就是它只能往右吹风，不能往左吹风。直升机向右偏航的时候，尾巴需要向右吹风，这还好，只要尾电机电力够大，就能控制得很好。但是往左偏航的时候，就只能靠不稳定的反扭了。早期的小机器甚至会特意在大桨上设计阻力，通过增加阻力的方式来增加反扭，增加左旋的稳定性。比如 MCB-XR-BL 特意增加了大桨的尺寸。当然现在不用了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叫 TTA。简单点说就是，如果你需要左旋，我就提高转速，这样机身会获得一个逆时针的力，从而增加了反扭。现代化的陀螺仪都支持 TTA， 包括 OFS3、RF 和 V-bar， 但是有一个问题， TTA 需要主电机快速反应，而 V-bar 目前对低哨的支持并没有很到位，主电机的反应没办法做得很好。虽然实测 V-bar 在小机器上俯仰和横滚已经很舒服了，但是锁尾非常差。我这边已经在跟 V-bar 进行口腔体操了，在米卡多修复这个问题之前不要用 V-bar， 所以我还是推荐使用 RF 陀螺仪，还是去买个 Nexus 吧。小罗这台机使用了祖传的1:1旋翼头，以及小罗最新鼓捣出的新玩意儿同向相位臂。1:1旋翼头带来了极为灵敏的度量响应，同向相位臂降低了相位的虚位，让相位更精准。小罗采用了塑料的分体桨架臂，他说这玩意儿能降低炸机损伤，我试了，一会儿炸机环节揭晓答案。小罗这头罩是真不好看啊，一点也不炫酷，材质也软塌塌的，和塑料瓶子一样。为啥用这破玩意儿呢？因为这破玩意儿另一个外号叫不死头罩。众所周知，硬的东西才会碎，软的不会。它可以伤痕累累，但是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四分五裂。动力系统由好鹰科技提供，电条集成在主电机中，前端没有电条，只需要放陀螺仪和电池，空间很大，所以小罗200对电池的支持非常惊人。搭配可调高度的电池固定柱，支持 3S 到 4S 电池，厚度从25毫米到32毫米都任你选择。尾管藏线也与众不同，前面通过2组插针连接，可以随便拔插尾管，进一步简化装机过程。后面则是使用触点连接尾电机，3个触点就在3个螺丝孔位上，装上就连好。换尾电机的操作从来就没有这么简单过。那么吹了这么多，小罗200有没有什么代价呢？有，小罗缺少了很多重要的东西。首先，小罗的展台上缺少漂亮的小妹妹。小罗200没有斜星盒，它设计的再抗炸也顶不住我一屁股坐下去。没有斜星盒虽然降低了运输体积，但是使用确实不便。其次，它没有原厂陀螺仪。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质上很简单啊，本质上就是去 Radio Master 再买一个 Nexus 就能解决。但是没有原厂陀螺仪意味着没有原厂参数。小罗官方提供了 Nexus XR 的设置命令行，我确实也使用了 Nexus XR， 但是 XR 的长天线和大重量并不是很适合这台机。实际上，这台机更适合使用 Nexus XR， 配合 RM 的 RP2 这种使用塔式天线的小肌肉机使用，重量上能轻好几克，还避免了天线的布置问题。但是那样就没法使用官方的脚本，只能自己转换。最后，它没有任何 RTF 或者 BNF 版本 ，M2 和 S2 都是对频就飞，俗称 BNF。但是小罗200是需要组装、需要购买配件的，我没有办法向一个啥也没有的人推销这台机。组装过程看似简单，只需要一把 1.5 毫米螺丝刀，但是螺丝是需要打胶的，还是需要准备螺丝胶。说明书上表示螺丝胶会遇涂，但是我手上这台可没有。加上接线、调陀螺，只能说罗总对新手的要求有点太高了。
说完小罗200，抽空介绍一下 AZ Power 的新品。这个大奖和尾奖也是可以换到其他机器上的。AZ Power 在主权翼是毫无疑问的顶流品牌，基本上是现在冠军标配了。我现在屋子里就随手摸出来好几副 AZ。小罗200首发搭配 AZ195 Pro 一副碳纤维旋翼，这是大品牌首次推出这个等级的碳纤维桨。我刚刚有提到，小机器的塑料桨实际上是取舍，硬的桨很脆弱，韧性好的桨又不够硬。碳桨在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，又硬又有韧性。当然，将近200块的价格也确实不算是练手的选择。我的建议是吧，就是这桨绝对是好桨，手感没得说。如果你炸得少，已经在用小机追求进阶动作，那买一副没有任何问题，毕竟它并没有那么爱坏。如果你经常摔的话，还需要好手感，那么碳素材质的 AZ195 很明显更适合你。在首发期结束之后，小罗200就会搭配这副桨，虽然它更爱坏，但是它价格1/3都不到，极大的降低了摔机的成本。另外 ，AZ 也推出了这个等级的尾桨。这个尾桨通过可拆卸的塞子设计，除了小罗200之外，也可以在 M2 和 S2 上使用。废话说了很多了，考虑到最近哥们也算是有私人飞场了，那就直接开飞，看起来有啥区别？这3台机器目前来看，使用 VBC 飞不太现实，使用便宜好用的 ELRS 遥控器明显更好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在之前我对 Radio Master 是不感冒的，但是这次在珠海赛事中，我深入的了解了他们，被 Radio Master 强悍的技术实力所折服，因此 Radio Master 正式加入教主好物清单。毕竟开源的直升机设备就他家做的最全。由于 RF 目前的遥控端调参脚本还是不怎么能用，彩屏遥控器的意义不是很大，回算有数就行。因此我会使用这台轻巧方便的 Boxer 进行飞行。飞行手感这方面一家一个样，这部分所有的评价仅限于我个人观点啊，你们信得过就听，信不过就当我说梦话。首先飞狼语的 M2V3， 它没有使用 RF， 而使用了自家的 OFS 3+。我使用的是官方自带的参数，只修改了 EXP-V0。不得不承认啊 ，OF 3+的硬件方案是要比 RF 更先进的。它这个传感器有一个特点我很喜欢，就是上电就飞，不需要上电之后静止校准，让飞行体验方便了很多。外场哪怕没有桌子，也可以轻松的飞行。狼语的重量比较轻，但是搭配了桨效最快的主旋翼。Apex 195毫无疑问就是最宽、最硬也是最快的桨。因此打斗非常快，起步快，停止快，这就是这个等级反应最快的直升机，完全没有直驱机会带来的拖拽感。同时集体螺距反应也十分灵敏，只要你稍微推一点螺距，飞机就能窜出去。急停也十分的优秀，摆类动作做得非常的爽快。但是也正是因为桨的速度有点过快，这台机的手感非常有特点，与其他2台完全不同。同时它和 M1 一样，机身非常敏捷，但是很难稳定。M2V3 的重量是最轻的，只有320克，在地面动作中比较吃力，尤其是遇上风的时候容易随风而行。飞行特点比较鲜明，就像蜂鸟一样灵动飘逸。这台机的左旋不会听到明显的补转声音，毕竟 M1 和 M2 主旋翼是面积最大的，本身反扭也是足够的。但是 OFS 3的 TTA 同样起着作用，左旋本身是很稳定的，自行过程中不会感受到不适。另外，虽然我手上这台是 Sport 版本，但是大家购买的时候仍然强烈推荐不购买 Pro。一方面 Pro 自带的 Apex 桨真的很好看，另一方面 M2 的舵机发热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。Sport 的塑料外壳加剧了这个风险，所以购买的话仍然建议一步到位。下一位是古天 S2 Ultra， 和 M2 灵动不同 ，S2 最大特点就是稳。我使用的是官方自带的参数，进行的小幅度的修改，主要是把 EXP 调成0，中心灵敏度与速率相同。得益于这颗一凡亲自调教出来的 RF 陀螺仪 ，S2 的飞行手感非常稳定精准，它在横滚和俯仰的手感非常的扎实，感觉更为强壮，锁定性更好。老版本 S2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飞控，原本的陀螺仪手感比较笨重，有拖拽感，换装了 RF 之后，整体的手感就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因为 S2 的主旋翼面积并没有 M2 的 Apex 大，受到气流的影响小一点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它比较重，整机的重量来到360克左右，它在小阵风的表现会略好一点，没有那么明显的漂浮感，但是力量感很足，在进行中摆与自旋的动作的时候能心无旁骛。连续飞行的过程是古天 S2 最招人喜欢的部分，对比一下换电池的过程 ，S2 是真快，整体的飞行体验会更加流畅。S2 整体的飞行感会更加精致一点，没有那么灵动，比较成熟沉稳。当然它用的是 RF， 只要连上电脑随便调，你需要什么手感都能调出来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需要的是一台直升机去堆很多起落数练习，同时手感差异不大，那 S2 就是练习效率最高的直升机。最后一位当然就是小罗 Stratos 200了。如果说狼语是极致的快，古天是极致的稳，那小罗200主打就是一个折中。这个1:1的旋翼头非常的快，但是附带的 AZ195 又是不快的桨，这就让小罗200飞行起来非常丝滑。由于小罗200没有原厂参数，这里使用了 Canicode 的参数，同样把 EXP 调成0，中心灵敏度与速率相同。小罗200同样没有原厂电池，这里我们使用格式金砖 4S650 进行飞行，起飞重量与 S2 相仿，同样是360克左右。飞行过程中1:1旋翼头带来的感觉是很奇妙的，
由于这样的混控比缩小了打舵所需的舵量，变相增加了舵机在横滚和俯仰的反应速度。你能感觉到，无论是打杆还是回中，旋翼头的反应都是无与伦比的快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机身姿态的改变都是一触即发。但是另一方面，1:1旋翼头不影响集体螺距。当你抽螺距的时候，螺距本身的线性又非常细腻。直驱之所以不像大机，特别和380、420这种机相比，主要原因就是2个：一个是小，导致螺距需要控制细腻，否则很容易跑飞；第二是由于直驱导致的转动惯量很大。虽然桨本身转动惯量很大，但是你打舵的时候，桨本身是发力的一方。直驱小机更多的时候打舵就是在和电机打架。1:1旋翼头本质上是增加循环螺距，降低集体螺距，恰好就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只能说罗天宇姓罗还是有点道理的。另外，这个机器的电条使用的是好盈 V5 电条，这个电条的反应速度远超任何开源电条 ，TTA 的反应极为迅速，左旋的时候补转立刻启动。早期也尝试过 AM32 方案的电条，表现属实是不佳。这系统动力唯一的小问题就是稍微热一点，毕竟电条就在电机上面，所以得有个保护罩，没有贯穿式的风道做散热。好在这种小机器本身功率密度不大，因此完全没有问题。现在3台机都飞完了，我个人的感想就这些。飞行手感是非常主观的东西，所以大家可能感觉不同。但是我马上就要说一个很客观的事情了，3台机我都炸了，所以可以说一下炸机和维护方面。M2 和 S2 炸机的原因主要是小罗200跳坡跳太久啊，能让一台直升机在我手里待1个多月，那不炸不太可能。小罗200纯粹就是自己作死炸掉的，此时尚未正式发售啊。这里我们恭喜 C4 教主成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炸掉量产版小罗200的人啊。那么3台机哥们都炸成啥样了呢？还是一台一台来看。狼宇 M2 的炸机表现非常优秀，虽然 Apex 桨导致轮桨需要更换，但是除了桨、主轴、横轴这种例行配件以外，其他东西真就没什么伤害。当然这炮可能是我运气好啊，球头扣没有发生断裂。因为 M2 的舵机拉杆和旋翼头拉杆并非同一配件，舵机拉杆是分体可调的，旋翼头拉杆是一体化的。如果准备备件的话，需要分开准备。当然该骂的还是骂啊，就是狼宇这个电机是没有额外的轴的，只有主轴作为电机轴，换主轴相当于换电机轴。然而根据我朴素的电机使用经验告诉我，更换电机轴是一定需要给转子做动平衡的。虽然大直升机的电机轴更换往往也不做，但是大尺寸机器更换电机轴可不是一件频繁的事情，而这个等级炸机换主轴可是稀松平常。每次换主轴都需要把主轴抽出来，让磁钢和钉子吸住，然后再把主轴插回去啊！我不认为这个东西很耐用，尤其狼宇还是在场各位中做电机最专业的，我没有找到这方面有什么特殊的优化，因此长期维护成本我目前不太看好。古天 S2 的炸机表现其实有点一般啊，开口头罩的优点我上面已经说过了，缺点就很明显了，就是非常容易坏啊，尤其下巴的部分2个开口的位置非常容易断。这个是无关尺寸的 ，27 早期版本也一样。我的出版27这个位置就已经裂开了，被我手搓复刻材料自己修了回去。这次炸机损坏的部分主要是头罩、主横轴以及2根拉杆。S2 的拉杆是3家中最细最易损的拉杆，好在它只有一个规格拉杆，备件很容易，并且拉杆本身很便宜。这个东西易损应该是设计如此这个没有问题。S2 的主旋翼韧性十足，所以没有损坏。因此，如果 S2 不是头罩坏掉的话，它的损失应该是比狼宇要便宜的。另外，我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大家把接收机站在机身那的时候，一定确保接收机不要像我一样站在鼻子上面，这个位置炸机的时候非常容易波及到，然后就导致战损一个接收机。接收机还是挺贵的啊，没啥事还是不坏为好。除此之外就没别的问题了。S2 的电机是空气轴设计，拆主轴不影响电机，但是装置数量最多，结构最复杂，长期维护的成本可能会稍微有点高。精致嘛，总要有些代价。小罗200的炸机就很有意思了，我自己也炸了一炮，但是我还是不说我自己。前几天在江门有一个活动，罗总带来很多台机，罗总为了宣传这台机，在现场你甚至能享受到机器随便飞随便炸，炸了不要钱。但是炸了多少炮已经记不清了，展位前面和放鞭炮一样。我亲眼所见的最起码有20次炸机，总共的损失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便宜。首先就是那个摇臂，设计出来就是自毁件，它坏的最多，每次炸机它必定会损坏。但是它保护了什么呢？就是这20次摔击拉杆全部安然无恙。同时 AZ195 Pro 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强度，其中只有1次炸机使用的是 AZ195 普通版本塑料版本，炸了1次桨就发生了损坏，直接断了。剩余所有炸机均使用了195 Pro 碳纤桨，只损坏了2副，再加上1根尾管、2副脚架，就是现场大家炸一天的所有损失了。拉杆全部无伤，头罩伤痕累累，但是都没有损坏。小罗200的易损设计真的做到了该坏的坏，该好的好。虽然实际上主轴和横轴按理来说都弯了，到了晚些时候机器的震动也很大，但是它能飞，它能练习，它没有问题。外场无论是换尾管、脚架还是摇臂，主旋翼都非常快。摇臂和主旋翼就是1-2根螺丝的问题，脚架复杂一点，需要4根螺丝。如果你的备件是带安装版的整套尾管，那换尾管也只需要5根螺丝，不需要焊线。你大可以晚上回家的时候再一换主轴、横轴，同时准备下一套尾管，循环往复。按照小罗自己的想法，你出外场飞行只需要带一堆摇臂，带一套尾管，带一对桨，带一副脚架，这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配件了，基本上够你炸很多次。
罗总自己带了很多轴和拉杆啊，都没用上，这就很方便了啊，非常适合日常练习用了。唯一有点小问题就是原本一天炸1次，现在一天能炸10次，可能对钱包不是很友好。好在一整件不是很贵，换来数倍的飞行时长，我个人还是认为比较有价值的。3台机介绍完了，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选择？狼眼 M2 V3 Pro 的价格是2599， S2 Ultra 的价格是2499，小罗200预计售价的价应该是1999，加上 Nexus X 也是2499。当然小罗200是没有电池的，电池也要71块，所以就算到2569吧。本质上都是价位差不多的机。M2 和 S2 定位相同，简单方便，都有盒子，都很省心。小罗对纯新手不是很友好，但是飞行舒适高效。按照我的想法，如果你是个纯新手，或者你之前飞穿越机的，这次想试试直升机，我的推荐仍然是 M2 和 S2， 无论是 RTF 版本还是 BNF 版本，都是更适合纯新人飞行。整机的设置也精致好看，色彩艳丽，拍照也很出片。在包装里也附送了一些艺术软件，来让你更快度过炸机后的状态。喜欢飞得暴躁一点就 M2， 喜欢飞得精准一点就 S2， 其实没什么本质差别，只是风格不同罢了。到了小罗200，这台机是我3台中个人最喜欢的，但是它确实不是很适合纯纯的小白去买。能看得出来，小罗已经很努力在想让新手的状态了，不得不说还是缺乏了一些接地气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已经入门了，你需要一个小号的练习机，或者你志在飞700，总有一天你要买一台700，那小罗200绝对是你应该买的东西。你需要的不是精致好看，是赶紧飞啊，它不应该在地上。现在2026年已经过去了1/3，距离狼语 M2 第一次发布已经过去7年了。我从 M2V2、S2 到现在这3台机，也算是经历了这个等级的发展。从一开始的一枝独秀，到狼与古天双球争霸，再到小罗这个又新又老的厂商加入《三国演义》，200级直升机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。3台机路线不同，但是确实都是这个等级的巅峰之作。所以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要买这个等级的机器，你会选择哪一台呢？